那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小时候呢，家里买了一只小土狗，结果过了几年，它换了新的项圈，还健身变猛了。现在告诉你，它其实是一只藏獒。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就是 Sonic， 就是这么一个换了马甲就起飞的狠角色。以前呢，它叫做 Phantom，FTM， 你可能会听说过，但是现在呢，它改名了，升级了，变猛了。那问题来了， Sonic 究竟是什么呢？它和以前的 Phantom 有什么不同？现在我们买入 Sonic 还算早吗？是机会还是一场骗局呢？那 Sonic 的生态里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项目？哪一个是坑，哪一个是宝？不要急，今天的视频呢，我会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带你们搞清楚 Sonic。那最近 Bybit 遭遇了一起黑客攻击事件，不是简单的被黑事件，而是国家级别的被黑客攻击事件。那被盗的金额呢，是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资金，14亿美金，大约50万个以太坊。但值得提的是呢， Bybit CEO Ben Zhao 呢展现出了极高的处理水准，在短短的几天内就成功化解了危机，保障了用户的资金安全。那这个事件呢，也让我更加认可 Bybit 的应急能力和透明度。不过资金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如果大家对当前的情况有依然的顾虑，选择 withdraw 也是完全合理的，毕竟这些钱是大家自己的，那做出自己安心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而我个人而言呢，我依然会支持 Bybit， 并且继续使用。我相信一个能在危机中迅速应对的交易所，未来也会变得更加稳健和安全。那如果你观察一段时间，觉得 Bybit 依然值得信赖，随时可以回来，毕竟最终的选择永远在你的手里。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那 Sonic 之前叫做 Phantom， 是一个主打高性能的 Layer 1区块链，最初以 DEX 架构提供高吞吐量、低延迟的交易体验。它曾是2021年牛市中的明星公链 ，TVL 一度冲上100亿美金，市值也进入前30大的加密项目。不过后来随着 DeFi 的热潮冷却，加上核心开发者 Andrew Conje、AC 暂时离开， Phantom 的生态逐渐萎缩，资金出逃， TVL 下滑， Phantom 的价格也喋喋不休。那为了重新激活生态，那 Phantom 基金会是在2023年10月25号宣布把 Phantom 换成 Sonic， 那主要就是提升网络的规模和性能。随后呢，主要的交易平台比如币安，在2024年12月24号宣布支持 FTM 的代币置换和品牌重塑为 Sonic。 这次的升级并不仅仅是换个名字，而是整个区块链架构的大幅优化。首先呢，就是更快的交易速度了。 Sonic 采用了新的架构， TPS 提升到10000笔每一秒，比之前的 Phantom 还要快了很多。交易确认时间缩短到了1秒内，接近 Solana 的速度。但是 AC 在最新的推特说到，其实他们测试到最快的速度其实是396000的 TPS， 而不是10000的 TPS， 非常的快。第二呢，就是全新的 Sonic 虚拟系 SVM 与 EVM 兼容，开发者可以直接把以太坊或者是 Phantom 的智能合约迁移到 Sonic， 而不会遇到兼容性的问题。最后呢，就是官方设立了 Sonic 的生态基金 VM， 为生态项目提供补贴，吸引更多的开发者加入，并且不断引入 DeFi、GameFi 和 NFT 相关的项目。那传统区块链 Gas 费用的分配方式，其实就是大部分的奖励是给验证者的，比如以太坊的基础费用 100% 销毁，优先费 100% 给验证者。那 Solana 的基础费用 50% 销毁， 50% 给验证者，优先费用全额给验证者。那 BSC 呢是 100% 给验证者的。那税呢，大部分是给验证者，部分返还给用户。那 Sonic 生态完全不同，在 VM 的机制下， Gas 费用的分配是 98% 给开发者， 18% 是给验证者的。那 VM 的机制是如何改变开发者的生态呢？那传统的 Dap 开发者是要靠额外的收费盈利，但是 Sonic 生态直接把 Gas 费用分配给了开发者。那这意味着呢，开发者在 Sonic 上构建应用，不仅能吸引用户，还能获得直接的收益来源。那其实这种机制是非常好的，因为呢，市场是需要更多的 DApp 创新，这样才能改变目前币圈只有 meme 的炒作。如果币圈只有 meme， 那么我相信很大部分的大资金
根本不会进来币圈这个市场。那在这个 VM 计划里呢，并不是所有的应用都能加入 VM 的。那 Sonic Labs 呢，需要审核项目的质量，确保拥有真正的价值应用，才能够享受 90% 交易费的分配，这样才能够保证生态的长期可持续性，也能避免恶意的套利。那 VM 的应用 gas 费分配是 50% 的费用销毁，控制 Sonic 代币的通胀， 50% 是给验证者和生态基金，比如是用于支持社区项目，吸引新的开发者，增强网络的安全。那总结一下， VM 的机制的核心就是开发者不需要再依赖额外的收费，就能够直接从 gas 费用赚取到了钱。那用户可以享受更好的应用，而不会被额外的收费有所困扰。那验证者依然可以获取奖励，而 S 代币的通胀也能够得到控制。那为什么现在买入 Sonic 还算是早呢？那目前 Sonic 的市值大约是在 24.6 亿美金，相比 Solana 780亿美金，Avalanche 100亿美金，它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那根据 DeFi Llama 的数据， Sonic 的 TVL 在短短的几周内翻倍增长，达到了目前 7.4 亿美金，目前排在第13名，超越了很多市值排在 Top 30的项目。所以这说明资金正在迅速的流入 Sonic 生态，资金来了， Sonic 冲上 Top 30市值的机会也就来了。那 AC 是谁呢？他是 DeFi 传奇人物， Yearn Finance 的创始人， Phantom 的核心开发者。那 AC 之前低调的离开 Phantom， 其实很多人还是会在说 AC 就是个诈骗分子，会不会突然在某一天又宣布离开 Sonic 呢？在2025年的1月份， AC 也亲自分享了为什么当时候在2022年他离开 Phantom， 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他被 SEC 调查了。更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去阅读他所说的。但这一次 Sonic 的重启，他亲自发声支持，并且积极的推动 Sonic 的生态。他还说 Sonic 才刚刚开始，我们的目标是成为最快最便宜的区块链。有 AC 的支持，市场的信心大增，许多项目方也重新回归到了 Sonic 生态。那 Sonic 代币的价格在上一周直接暴涨1倍，那 Sonic 生态整体的 TVL 也在1周内翻倍，这主要是得益于 Sonic 在 DeFi 领域的优质生态，以及创始人 AC 的积极推动。那 AC 呢，是被名为 DeFi 教父了，他的回归是对 Sonic 的支持，为生态注入新的活力。此外呢， Sonic 还推出了 Meme Mania 的比赛，鼓励社区创建和推广 Meme 代币，进一步提升生态的活跃度。在 Sonic 的生态里呢，以下是我个人认为比较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项目了。首先第一个就是 Shadow， 这是 Sonic 生态中去中心化交易所 DEX， 采用了创新的 X33 模型，用户可以质押 Shadow 代币获取收益，这是一种创新的技术，大家不需要像其他项目一样解锁质押需要等一段时间，在 Shadow 这里呢，可以随时解除质押。那提前退出质押是需要支付一定的罚金的，这一部分的罚金将分配给继续质押的用户。那第二呢，就是 Bits.fi， 是由 Beethoven X 团队开发的，最初是 Sonic 生态中的 DEX， 随着 Sonic 的升级， Bits.fi 转型为 Sonic 的核心质押和流动性基础设施项目，成为生态的支柱之一。第三就是 X Finance 了，这是 Sonic 生态上的杠杆收益协议，用户可以质押 S 代币，铸造出衍生代币 X， 并通过多种方式放大收益。还有其他的 DeFi 项目，大家可以查看 DeFi Llama 这里自行的去研究。那此外呢， Sonic 官方举办了 Meme Mania 比赛，也引起了社区的广泛参与。多个 Meme 项目，比如像 Goggle、THC 这两个是我比较关注的，他们的热度会比较高。那 Sonic 是 Phantom 的全新升级，速度更快，兼容性更强，生态正在快速增长，现在的市值相对比较低，依然算是早期阶段。那 TVL 和资金正在涌入， AC 的回归加上 Meme 的热潮，再加上生态项目增强，都是 Sonic 继续增长的动力。短短的几天里，这一些在 Sonic 里的 DeFi 和 Meme 都涨得非常的夸张，有4到15倍那么多，非常非常夸张。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会出这一期视频。那我相信 Sonic 的热度才刚刚开始。那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记得点赞、留言、订阅。你对 Sonic 看好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